让一颗铁球从弧形轨道落下，去撞击下方其他小球。在能量守恒的原则下，最左侧和最右侧的小球就会循环摆动。此时，我们更换其中一颗小球的材质，重复以上操作，队伍最右端的小球就会被高速弹飞。在此基础上，增加多组相同的装置，最后一颗小球弹出时，一瞬间就击翻了最右侧的木板。那么这股强大的爆发力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？仔细看两组的撞击实验，唯一不同的就是具有爆发力的小球组合中多了一块磁铁，这个磁铁的存在改变了铁球的运动轨迹。当铁球接近磁铁时，被磁力吸着加速向前撞击，这个加速度极大地增强了撞击力量，而这股力量会通过碰撞依次向右传递，再加上距离的限制，右侧小球受到磁铁发出的磁吸力影响最小，于是瞬间就被撞飞出去。所以在此基础上增加多组装置的话，铁球在经过重复的磁铁碰撞后，它的力度也会实现成倍的增长，最终爆发出惊人的效果。既然如此，这股爆发力是否能收集并利用在现实中呢？当然可以。在磁铁的基础上，把简易的轨道升级成多个电磁线圈缠绕的导轨，我们可以看到小铁片瞬间击穿了塑料板，这就是电磁炮的原理雏形。在美国海军研究所对外公布的实验中，由电磁炮发出的炮弹瞬间击穿了8层钢板。如此强大的爆发力，连炸药都不用就能破坏100公里以外的3个混凝土墙。这其实就是当电流经过线圈导体后，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，此时炮弹就会受到磁力驱动，沿着轨道做加速运动。由于炮弹受到的电磁力与电流和磁感应强度的乘积成正比，所以电流越大，磁力越大，炮弹的速度也就会越大。因此，在电磁场的作用下，3克重的弹丸就能被轻松加速到6000米每秒的水平。而如果将电流继续升级的话，看到航母甲板上的小红车了吗？它的质量和战斗机等重，最大配重达到了36吨，仅需几秒的时间就能被高速弹入海中。这就是航母电磁弹射的试验场景。画面中的小红车就是战斗机的角色，将它放置在电磁轨道上方后，通入电流，无需启动飞机自身的发动机，仅依靠电磁力就可以直接完成起飞。这种弹射方式只需要控制轨道上电流的大小，就可以适应不同规格重量的战斗机，这也就有效避免了传统蒸汽弹射无法精准控制功率的缺陷。